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运送了村民，并且做出了刷铁塔。那么这边的刷铁塔的效率呢还不错，每小时产量大概能到300多。我们现在的铁的产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现在已经堆了特别多的铁。之前这边的铁太多了，我怕这边箱子不够堆，然后把它放到右边来了。由于这一边刷铁呢，铁傀儡全都是从这个角落掉下来的，所以呢每一次它的掉落物全都到了左边的箱子，右边箱子都没有任何的收集。然后最后出来的这些虞美人的这些小红花都可以把它丢到这个粪桶里面去，让它全都产出骨粉，可以拿来给我们的作物催熟。又到了读粉丝评论的环节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又会读到哪些粉丝的评论呢？由于上一期呢这个东西这个形状做的太那个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考虑把它竖在一个牌子上面那么这个牌子呢比较大，所以呢我今天就挑了很多个评论。由于上一期节目中呢评论也是很多的，所以呢这里也挑了非常多的评论来读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 ID 叫 XEKR 的这个观众，他说这个铁塔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村民死了2窝，目前原因不明我看了你的评论，然后你的评论下面也有人给你回复了，说可能是你那个单元里面没有插火把，你看我那个地方就已经插了一个火把，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吧，其他的原因呢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单机做的时候没有出现它会死，也许是没有插火把，或者有没有其他原因，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位观众呢叫张鹏程你的名字比较骚气，用了这么多个汉字，终于把这3个字给拼出来了。好，讲一下红石元件的基础功能和经典电路吧，好像还有很多人不会。这个基础的红石电路呢也想讲，但是感觉讲了可能会有点枯燥吧。我之前也看过有其他人，不知道是红石科技搬运组还是哪个 UP 主也做过，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评论。那么这一位观众呢叫做他说刷铁轨迹为什么直接把铁轨刷没了？按照你的刷铁轨迹建的我的这个刷铁轨迹，我这里是个粘性活塞，然后这后面是2个侦测器这2个是侦测器，这2个侦测器它必须要脸贴着脸，是这样脸贴着脸，然后我下面还放了一个拉杆用来关闭它的。然后这个方向很重要，你这个铁轨的方向，如果你发现这个它把你铁轨吞了，你就换一个方向，不然它就变成吃铁轨机了，它就不是刷铁轨机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评论，血色濒临，可以在上面造一个平台刷僵尸，运村民用地狱门，很方便对，很方便，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可以考虑一下。好，下一位观众神意66这个观众叫神意66，泼水可以在最上面泼，然后种满海带就好了。我之前的那个原版生存大作战里面有一期做那个守卫者农场，我就这样做的。现在这个生存呢，你得去海里面去找，所以很麻烦，我就没有用下一位鸡崽子这位观众说刷铁轨的机器是怎么做的？活塞后面是什么2个嘴对嘴的那个侦测器，刚刚也讲了。好，下一位万花筒，铁傀儡刷在外面解决了吗？满地的铁傀儡，我也不敢去打它，我也不敢问，我也不敢打，我就只能让他们在这里放养了。好，下一个乔哥用的是什么光影，挺漂亮的你可以看一下视频简介下一位查小琪说可以把村民繁殖和刷铁机合在一起吗？这个不能的。好，最后一个 mob13我刷铁塔刷不出来铁傀儡，你的床和那个村民的数量都是对的吧？如果都是对的话，可能那个床要拆一下然后再装上去有的时候那个床容易出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听其他的一些小伙伴也说过对，旁边还有一个这位叫永恒的 Pink， 他说我要上坟墓 OK， 你的愿望实现了。我们本期节目呢将建造史莱姆农场，这里呢我们先输入 seed 种子把它的种子号查出来，然后到网站上面搜索 chunkbase.com 这个网站。那么众所周知呢，这个网站有很多功能，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用来查史莱姆区块的一个功能。点开这里的史莱姆头像，然后再输入我们的这个番号这个种子号，就可以查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好，在我们查完了史莱姆区块之后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记下它的坐标，然后在游戏里面找到对应的坐标，
把它的对角线的2个点找出来。那么这边呢，是我按了 F3+G 可以显示区块边界啊，这样我们挖这个区块就会更加的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那么做史莱姆农场呢，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史莱姆的生存条件呢，只有2个，一个是在沼泽地的晚上会刷新史莱姆，第二种刷新方式呢，就是在史莱姆区块啊高度低于40格以下。所以我们这里挖的洞啊，就是从40格以下开始挖，然后挖出很多个刷怪平台，最后再通过铁傀儡来引诱史莱姆的方式，然后将它们引诱到两边，用岩浆块进行处死。挖洞是真的太无聊了，我们来叫几个好朋友过来蹦迪吧，让他们在史莱姆农场这里蹦一下迪，让我们开心开心。史莱姆农场这边的4层呢，我们都已经挖好了，然后要在两边挖出放铁傀儡的位置。这边先把墙壁抠一个洞，然后我们再跳过去。这边铁傀儡怎么招不出来呢？可能是这个火把的原因吧，我们再重新把它招一次，把它头先打下来。好，这一次就成功了啊！所以招铁傀儡呢，一定要注意旁边不能有其他的方块。然后跳到第2层这里啊，我们继续像第1层一样挖一个坑，然后用来召唤铁傀儡。好，第2层的铁傀儡也召唤完毕，我们再来挖第3层的。在我们召唤完这些铁傀儡之后啊，在最下面要铺上铁轨。铺铁轨之前，我们先找一个中间的位置，放上红石块，然后再把铁轨往上面铺。这边是一个收集装置，然后再把铁轨连上。那么中间这一个呢，用普通铁轨，这样可以把它隔开。接下来是这个自动卸货装置，先放一个比较器，用来检测漏斗里面是否有物品。然后在后面插一个红石火把，再拿出我们的红石粉，跳上去啊，上面放一个红石，这样就能够达到自动卸货。最后呢，再把铁轨上面全都封上岩浆块，这样呢就可以处死史莱姆，它的掉落物就会被下面的漏斗矿车给收集。我们现在要把另一边的收集部分把它做好，这个几个铁把它收一下。好，我为什么要去挖这个铁？还被这个蜘蛛网粘住！滚开呀！你们这些，我的发，这不要死定了！哇，这太多了吧？赶快把自己围下！哇，我居然被这些僵尸给轮了！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史莱姆农场的工作情况怎么样？我们从这里跳下去，直接掉到这上面来了。好，看一下这个箱子，已经有2组半了。那么这里边有2个收集的装置啊，2个我们把它全都给归中到这一个箱子里面去了。我之前做的是把这2个铁轨并在一起啊，2个并排放。那么并排放刚刚有一个问题，可能是2个这个矿车最后挤到一起，把另一个矿车给挤停了，所以我把它给分开了，中间用3个漏斗把它全都连到那个箱子里面去了。那么之前也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做这个史莱姆农场一定要把上面全都给掏空，把它做成那种露天的效率会更高。由于 1.14 的刷怪机制又有了变化，刷怪呢是由上面的方块优先开始刷，然后再慢慢的选择下面的方块来刷，所以呢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什么的，会影响效率，所以把上面掏空了，这就是最上面一层，就可以让它优先的刷怪，这样可以提高效率。那么挖这个史莱姆农场呢，我也就只挖了4层，最上面一层呢是第39层，我也没有挖多少，时间也有限，挖了快2个小时吧，一共就挖了4层。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往下面继续挖。好的，那么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提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提问，我都会尽量的给大家解答一下。说不定下一期节目我会将你的评论贴在我的存档里哦。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